大家好，我是迅哥。上集我们提到，马绍尔群岛四处都是环礁，生存条件恶劣，不仅没有山川河流，连土壤都很贫瘠。所以对于定居在这里的岛民们来说，如何出海获取食物，如何找到回程的路，如何在飓风海啸中摆脱危机，都取决于对这片海洋的了解程度，也就是对大自然的规律总结。于是千百年来，马绍尔的岛民们练就了一身绝技。他们没有罗盘与6分仪，更不需要 GPS， 仅仅凭着自己熟练的驾船技术以及对大自然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就能单靠独木舟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驰骋。而这身本领就隐藏在一种抽象的航海图里，它通常由棕榈枝和贝壳等材料制成，以直线和曲线的方式编织成各种奇怪的图案。然而在这些简陋的图形背后，却蕴含着各岛礁与周围洋流以及海浪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它们不允许被携带上船，船员们必须在出发前就要将上面的信息熟记于心，否则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这些图形具体又分为3类，第一个叫做马当图，通常一眼望上去就有一种对称感，目的是模拟最理想条件下单个岛屿与海浪碰撞后发生的反射、折射和衍射等变化，从而能够让我们判断出陆地的方向和距离。所以马当也可以说是一种教学模型。当海浪与岛屿相遇，便会出现不同角度的反射波，而在背风区域，由于惠更斯原理，海浪会随着与岛屿斜坡的不断作用而减速，并形成一定方向的折射，然后相交在一起，最后继续向前直到消失。当然，这里同时还出现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区域。以本图为例，假设我们乘着一只独木舟逆风而来，然后好运地驶入净水区，此时只要沿着这个区域走下去，就能找到陆地。如果运气没那么好也没关系，在我们感受到2股波浪时，波幅较小的一股就是折射波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将独木舟转向这边，最后还是可以找到陆地。如果我们是顺风而来，方法也是一样，只要向波幅较弱的一侧驶去即可。总之就是要想办法发现反射波和折射波，然后保持航行在这些区域里。据说最远可以捕捉到80公里外的岛屿。当然，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概念，一旦岛屿的大小形状不同，或者有多个岛屿出现，实际情况会变得非常复杂。在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基础训练之后，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麦多图。这些图可以说是先贤们实战经验的积累，不过每张图的信息都是单纯而且固定的，只显示了从一个特定的岛屿前往其他特定岛屿的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海浪情况。当回程时，一切又会发生变化，所以就算允许携带木之图上传，也不会有太大作用。而每一张麦多图又是由不同人绘制的，这也导致了其中的解释差异非常大，甚至只有绘制者才能读懂。如今大部分信息更是早已失传了。第3种图形称为瑞布里布，相比前2者来说，更像是没按照比例绘制的地图，海浪的信息也很少，但是却宏观地展示了群岛中各环礁的空间关系，真实的距离和方向反而并不重要。大概来说，里面的贝壳代表着岛屿，弯曲的木枝表示海浪的反射波，短而直的木枝表示当地的洋流，而木枝交汇的地方代表了混乱的波浪位置。这些也正是帮助航海家找到路径线索的重要标记点。图谱中较长的木枝就是表示通往岛屿的潜在路径。就这样，新手们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吃透上百种图谱，才能最终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辨别航向。据说曾经有一种成年礼，就是将少年放逐地平线后，让他自己想办法返回。总体来说，木质航海图的诞生与马绍尔群岛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上集提到，在东西2个岛链上密集地分布着1000多个岛屿，而穿过这里的不仅有向西流动的北赤道流，还会出现季节性的东流模式。因此，海浪频繁地与群岛碰撞，很容易产生各种可以识别的波形，也就难怪马绍尔人如此看重波浪的作用了。而且在今天看来，他们了解的这些海洋现象与科学观测也是非常吻合的。说了那么多，大家一定再想找机会尝试一下这些技巧吧。然而单凭肉眼是不够的，船体其实是航海家身体的一种延伸。他们经常会躺在独木舟上，闭上眼睛，用自己最敏感而不可描述的部位，去感受那复杂而微弱的波浪变化，体会某股反射波与迎面而来的海浪交汇时那种美妙的起伏。先别忙着惊叹，实际上这种阅读海浪的能力只不过是南岛航海家的众多绝活之一，还有其他更多天文观测、阅读云彩和动物的本领，将在之后的波利尼西亚部分和大家分享。
然而不幸的是，自从上世纪德国与日本统治时期起，就禁止了跨海的独木舟航行。在等到二战结束，很多木之图的阅读方式都已经失传，甚至能驾乘远航独木舟的人都极少了。1954年3月，天空中还突然飘下了诡异的雪花，几个幸存的航海家也因此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究竟发生了什么？欢迎转发和留言，敬请期待下一集《穹顶下的哥斯拉》。